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，我是 Tracy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刘。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多伦多有着一段特殊历史故事的社区 Cabbage Town， 也叫椰菜镇。椰菜镇这个名字着实让人感觉不到什么美感，谁会给自己居住的地方起这么一个古里古怪的名字呢？这条街就是壁画什么的比较有特点，比较有氛围。它叫 Cabbage Town， 因为这儿是爱尔兰人最开始寄居嘛，他们好像喜欢在家里种 cabbage， 渐渐的呢就被叫成 Cabbage Town。椰菜镇其名可以上溯至19世纪50年代，那时候多伦多迎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，劳动力短缺，因此多伦多从爱尔兰吸引了大量的移民。位于 Don River 西岸的椰菜镇当时正是爱尔兰新移民的聚集点之一。大多数爱尔兰新移民并不富裕，没钱在市中心居住，所以就居住在市中心的外围，因此这里的房屋以联排屋居多。由于生活拮据，大多数家庭主妇都会在前院种上椰菜、马铃薯等农作物。一些傲慢的本地人嘲笑这种小气的做法，并将他们的村落称为椰菜镇。久而久之，这就成了社区的官方名称，一直保留至今。但这个店看着挺酷的，这还有一个金色的鸽子，博嘎，这是博嘎，这是博嘎。Women like freedom。 20世纪初，这里逐渐发展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工人社区之一。然而，随着工业衰落和居民外迁，到了20世纪50、60年代，椰菜镇一度陷入衰败，许多维多利亚式住宅年久失修，社区环境每况愈下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当地居民和政府开始大规模修复历史建筑，这片老区才迎来了重生。如今 Cabbage Town 拥有北美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连续维多利亚式住宅群，被认为是多伦多最具历史韵味、最有特色的社区之一。街道两旁色彩斑斓的小屋、独立的咖啡馆、艺术商店都很受当地居民或者外来游客的欢迎。在多伦多椰菜镇，一排排充满历史感的维多利亚式联排屋之间，还隐藏着一家低调而精致的法式咖啡馆 Bisso。 它没有醒目的招牌，也没有喧闹的商业街气息，如果不是特意寻找，很容易会从它门前擦肩而过。好像是这个哦，但我不知道从哪儿进去了。就是彩灯的这个。他们家的门头好隐蔽。对，就是这家咖啡厅，门头好隐蔽。但是让我们自己粉色的门叫什么 Bisso 咖啡，哇，很漂亮，很好看。Hi, good, how are you? 你看里边很 chill。这家就是以这种漂亮的甜品著称的，好好看。然后有各种的这种，有一些人会拿这种可颂肉三明治当饭吃 ，bread pudding。然后我看他们拍的这个巧克力和蓝莓啊，就这种提拉米苏、慕斯都很有名。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咖啡单。然后小姐姐在做咖啡，漂亮的蛋糕。我们是刚吃完饭，实在是吃不下，但是看着真的很不错。这个 chocolate almond， 这个更看着好香。那边有很多大面包，估计是用来做那个三明治的。
推开门，仿佛从多伦多的街头一步走进了巴黎某个安静的街角。非常 chill 的，在老房子里的这种，很多人在这儿吃午饭或者喝咖啡，然后我们只有 bar table 可以坐。这个是一杯 flat white， 太满了，而且没有拉花。还有一些窗户位和沙发位，这里应该还有纯酒，甚至应该有人在这儿喝酒。之前那杯太满了，所以就花就散了。人家这其实有个 Hurricane 的风格的，这环境是真的很 cozy， 很舒服，很复古风。然后主要是可以来试试它那个漂亮的点心。然而，如今和北美许多大城市一样，今天的耶塞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。近年来，多伦多住房成本持续上涨，贫富差距逐渐扩大。在一些区域内，斑驳的老建筑、街角散落的垃圾和偶尔可以看到的无家可归者，让这里有时显得带着几分萧条和忧郁。尽管如此，Bissell就像藏在这座老社区深处的一处避风港，它并不能改变街道上的一切，却用一杯咖啡、一支刚出炉的可颂，为这个有些疲惫的社区保留了一点温柔和优雅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